累的话就休息一下。体温还算正常，没有中暑。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刚才那条海岸看起来很久都没有人使用了，与其顶着烈日碰运气，不如改变路线。我们船只搁浅的地方，水下有废弃了很久的隔网，只是看腐蚀程度，3年5载总是有了。既然无法确保有人能提供支援，那就往资源充沛的地方走。在有植被覆盖的地方，就算淡水喝完了，我们也可以去土壤层里取水。包里的应急食品还够吃半个月，这个时间足够让保险公司找到我们。有力气开玩笑，看来是休息好了。有什么想法？就知道吃。不过如果某人想要不被人打扰的安静假期，这里确实符合你的标准。能在海上桃源旅居的机会，我为什么要错过？也不知道之前是谁嘟囔着朴实荒岛，一转眼就又能随遇而安了。那我就等着看你的表现了。
这就怕了。确实好玩，给你搭条轨道，我看某人能把床从卫生所开到海里。我还不至于迟钝到听不见某人翻来覆去的声音，我还不算困，陪你一会儿。怎么还不睡？笨蛋，闲语生吵的话，就听着我的呼吸，别去胡思乱想。这个方法没有用，那你瞪着眼睛不睡，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得寸进尺。困了，但我不困了。眼睛不算长，不是眼，是玩儿。确实，这个游戏的时间会很长，而且什么时候结束，由我决定。
我刚入水10分钟，某人就等不及了。一般，水没有旅游区的海那么清。不过海下有不少猪农养的贝壳。等你的豪华200开冷饮喝完，一起去水下采贝壳。笨蛋，已经跟村长打过招呼了。误打误撞来了白猪岛，不参加喜欢的特色项目，你舍得回去？还有这个，别忘了。可能是后背在水下刮到了，有些痛。我还没有笨到忘记涂防晒，估计是磁暴影响了紫外线，所以太阳比平时要大。你平时给员工打批注都是这种语气？可以了。又想胡闹了。这样，我才会更舒服。对不同的地方，打算差别对待。只能说，某个笨蛋也一样不够小心。蹭掉了就让他去，既然是只给我开的文火小灶，那大制作人等会儿就再重新批注一次吧。
今天我们有新计划。村长安排了一个合适的空厨房给我们，先上车。把钳住我胃部的那只手放松一点，我会考虑。去年你已经见识过我的车技了，还不放心？只是忘不了当时有的人上车前脸上那副傻傻的表情。磁暴还没结束，村里的船只都不会远航。灯塔原本的管理员回村休息了，所以这里的厨房暂时空了出来。你刚到白珠岛的时候，不就想让我亲自做海鲜大餐给你吗？这里正好适合我们，不管怎么折腾和吵闹，都不会影响到别人。那就从洗菜开始吧。没什么不能看的。不过我现在有别的任务要交给你。来之前我问过村长，楼上有这些我们需要的材料，先提前准备好，回卫生所再用。我在这儿。我灶台坏了，确实坏了。用量和材料都和计划中一样，味道不会发生太大偏差。你先坐着等等，我去把锅刷了。算了，如你所见，这的确是一次失败的烹饪。没用过大锅，计算失误，想笑就笑吧。
比我还差？还好的前提是，你的尝试不会也变成事故。笨蛋，与其胡思乱想，不如先想想怎么和我一起洗干净这口大锅。你会烧柴？某人这种对什么事情都充满好奇的性格，在这种时候确实有用。我要是肯定了，你的下巴是不是要扬到天上去？那你说说看。大厨，你的锅要糊了。看我翻一次车，你倒是比吃到布丁还要激动。我的确也想不起来上次像这样手忙脚乱是在什么时候了。不算太笨。我不希望夜里下雨的时候，某人在翻来覆去一整夜，第二天变成熊猫。但是反过来，很多人会做的事，我也有不会的时候。这样一看我更方便，不用来这里，我都能天天看见新鲜的笨蛋。这要多亏你的想象力，总能给自己设下意想不到的绊子。现在这样就很好。我们之前也去过其他的村庄和海岛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我知道，有的时候
我也会闪出我们本就是这样生活的错觉。做饭、采珠、收拾房间，很多时候有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之后，也就没有了游客的包袱，所以偶尔过过这样的生活，我还算喜欢。听起来最后这个才是重点。某人直说这里可以偷懒不工作就行了，那重点是什么？不仅仅是这样，这个村子对我来说更大的吸引力是，它很小，也很大。因为我如果想找某个笨蛋，不到半小时就能走遍整个村子。但是当我们想看外面的世界时，整个大海都为我们敞开。什么时候会很快？是什么？我相信，所以不论是哪种可能，我会等着你来。不过被动等待不符合我的准则，如果你迟迟不来，我会离开这座岛，不管在海上遇到什么，我都不会回头。我的准则是，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航行，总会遇到自己的爱人。合作可以谈成，主要是岛上村民努力的结果，不需要这么贵重的谢礼。既然这样，就换个简单的方式吧。这几天村里没有远航，灯塔似乎在闲置中，不知道能不能让我们借用一次。看来需要尝试的事情比想象中多。
看来烧柴和掌控大锅饭的火候，可能也未必会有想象中困难。下雨了，先进屋。擦擦会更凉快。衣来伸手。别乱动。转过去，后背擦不到了。怎么了？怎么总是不老实？我不用这种纳凉方式，因为我有更好的。迟了。挑衅吗？当然算，毕竟我现在只是个普通人，没那么较力。所以直到天亮前，你的所有举动都不再有赦免权。